一起来看精彩短剧《凛冬散尽，我涅槃新生》故事解说。七夕节来临前夕，陆一白组织了一场多人自驾游出行。为了决定车辆副驾驶的归属，他提出用抽签的方式选出人选，声称要让大家玩得尽兴，图个全员开心。这场看似公平的游戏，从一开始就暗藏私心，也彻底点燃了妻子陈安心心中的委屈与怒火。出行途中，陆一白的助理乔楚楚安稳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身上盖着的是陈安心亲手挑选的毛毯，手边喝着的是陆一白日常使用的保温杯里的温水。这般亲密的画面，让身为正妻的陈安心独自坐在后排，满心都是落差与屈辱。乔楚楚故作柔弱懂事，对着后排的陈安心假意致歉，称自己只是勉强陪陆一白坐副驾，还假意惋惜陈安心只能坐在后排，言语间满是刻意的委屈和炫耀。陈安心看着眼前刺眼的一幕，再也无法隐忍，当即情绪爆发，厉声要求陆一白立刻停车。他满心愤怒地质问陆一白，自己才是他的妻子，可他却串通旁人暗中做手脚，早早将专属妻子的副驾驶位置留给助理，把自己蒙在鼓里，当成众人面前的笑话。这根本不是他口中所说的大家开心。陈安心情绪愈发激动，放出狠话，如果陆一白不肯停车，他就立刻跳下车。面对陈安心的崩溃与控诉，陆一白没有半分愧疚与心疼，反而满脸不耐，指责陈安心无理取闹，发神经。他当众搬出所谓的游戏规则，称自驾游本就是图个热闹开心，指责陈安心摆着脸色，让所有人看笑话，扫大家的兴。一旁的乔楚楚继续扮演善良体贴的模样，假意开口调和，说看着陈安心不高兴，自己心里过意不去，主动提出要和陈安心互换座位，装作十分顾及陈安心情绪的样子。乔楚楚的假意退让被陆一白直接打断拒绝，他当众维护乔楚楚，直言不需要调换座位。陆一白借口乔楚楚肠胃不好，经不起路途颠簸，半点委屈都受不得，安稳坐副驾是应该的。而全程沉默隐忍、满心委屈的陈安心，在他口中却成了会晕车、吃点苦无所谓的人。这一刻，陈安心彻底看清了陆一白的偏心，在他的眼里，自己所有的难受和委屈都只是矫情，连一句最基本的关心都不配得到。所有的情绪和不适，在他看来都是小题大做。随后众人再次提及抽签规则，有人笑着介绍副驾驶的优势，称这个位置视野最好，空间最大。陆一白的车还是真皮座椅，十分舒适，引得众人争相参与抽签。为了让偏袒显得名正言顺，陆一白提前在抽签纸条上做了记号，特意叮嘱众人让乔楚楚先抽，理由是乔楚楚坐后排会晕车，他必须多加照护。最终乔楚楚顺利抽中副驾驶的名额，满脸惊喜的确认结果，一副幸运至极的模样。陈安心全程冷眼旁观，彻底看透了这场所谓的公平抽签，不过是陆一白精心策划的骗局。他口中的公平公正全是谎言，副驾驶的位置从一开始就早已预定给了乔楚楚。所谓的抽签，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堵住众人悠悠众口的闹剧。巨大的失望和屈辱席卷了陈安心，他再次强硬要求陆一白停车，重复着方才的质问，控诉陆一白串通旁人欺骗自己，让自己沦为众人的笑话。陆一白面对妻子的再三对峙，依旧没有反思过错，反而愈发烦躁，厉声呵斥陈安心在外闹事，命令他立刻上车。陈安心满心失望，用力挣脱陆一白的拉扯，明确表示自己不再坐车。同行的众人纷纷出面劝解，有人提醒陈安心外面风雪极大，不宜在外逗留，劝说他先上车，有什么矛盾可以到民宿之后再好好沟通。乔楚楚也继续扮演乖巧懂事的角色，主动将所有过错揽到自己身上，称是自己抽签让陈安心不悦，执意要和陈安心换座位，不停劝说陈安心回车里落座，还贴心提醒陈安心胃部不好，经不起折腾，若是受凉会加重病情。陈安心看着众人的劝解和乔楚楚虚伪的模样，又想到自己腹中刚刚孕育的孩子，心中万般纠结。为了腹中的孩子，他最终选择暂时隐忍，压下了满心的怒火，决定暂且原谅陆一白这一次。风波暂时平息后，车内的氛围再次恢复平静。乔楚楚贴心地询问陆一白车内空调温度是否偏低，主动提出帮陆一白调高温度，言语温柔体贴，还叮嘱陆一白不要委屈自己。陆一白的语气瞬间柔和下来，让乔楚楚自行调节即可。乔楚楚又夸赞陆一白开车平稳，十分依赖地表示自己若是晕车可以靠着休息。陆一白闻言立刻温柔安抚乔楚楚，全程耐心细致。随后陆一白还主动询问乔楚楚是否受到惊吓，满眼都是对乔楚楚的在意。转头看向身过陈安心时，他的态度瞬间转变，冰冷地提醒陈安心坐稳身体，不要磕碰车内玻璃，态度冷漠疏离，判若两人。
陈安心坐在后排，看着陆一白对旁人的温柔体贴，对比自己得到的冷漠对待，心中悲凉万分。他默默在心里自问，若是陆一白知道自己已经怀有2人的孩子，是否还会这般无所谓，这般偏心？路途颠簸，地面湿滑，乔楚楚下车时，陆一白主动贴心搀扶，低声提醒他地面湿滑，小心慢行。这一幕深深刺痛了陈安心，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永远是被陆一白抛下、忽视的那一个。抵达民宿后，同行的友人察觉到陈安心脸色惨白，状态极差，连忙开口关心他的身体状况，让他赶紧进屋取暖御寒。陈安心礼貌回绝了众人的关心，强撑着身体稳住情绪。随后，民宿工作人员前来告知众人，因为风雪天气导致大量游客滞留，民宿房间资源极度紧张，如今仅剩一间带独立卫浴的大床房，其余空余位置都是走廊尽头的杂物间家铺，住宿条件十分简陋。乔楚楚见状立刻主动退让，故作大方懂事的表示，让陈安心和陆一白入住唯一的大床房，自己随便住一间家铺即可，不愿抢占2人的住处。不等陈安心开口，陆一白便直接敲定安排，果断让陈安心退让，依旧是以乔楚楚肠胃不好，不耐寒冷为由，优先保障乔楚楚的住宿条件，还随口承诺后续会弥补陈安心。陈安心看着他脱口而出的下次弥补，心中满是苦涩。多年的相处里，陆一白对自己说过无数次下次，可从来没有一次兑现。旁边的同行人见状忍不住低声感慨，吐槽陆一白对陈安心的承诺从来都只是空话。深夜，众人都已歇息，陆一白单独找到陈安心，主动端来亲手熬煮的姜汤，让陈安心趁热喝下驱寒。他察觉到陈安心依旧在生气，伸手触碰他冰凉的额头，语气带着一丝缓和，责怪陈安心身体不适，却总是默默隐忍，不肯言说。陈安心看着难得温柔的陆一白，心中积攒的委屈翻涌而上，本想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知他，可就在他准备开口的瞬间，陆一白的手机突然响起。挂断电话后，陆一白立刻告知陈安心，乔楚楚所住的房间窗户破损，屋内风大漏风，他必须过去查看情况。陈安心满心不舍，轻声挽留陆一白，希望他能留下来陪伴自己。但陆一白没有丝毫犹豫，让陈安心早点休息，不用等他，便转身匆匆离开。陆一白彻夜未归，陈安心多次拨打他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次日清晨，乔楚楚主动找到陈安心，假意解释昨晚的情况，称陆一白太过疲惫，早已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上熟睡，自己不忍心将他吵醒，还特意安抚陈安心，2人之间没有任何越界行为，让他不要多想，有什么误会可以次日再解开。一夜未眠的陈安心身心俱疲，气色愈发苍白虚弱，他彻底失去了继续参与这场旅行的心思，当众提出想要提前结束行程，让其余人继续游玩，不用顾及自己。陆一白听闻后，只觉得陈安心又在无理取闹，故意闹脾气，当下语气冰冷地质问他，如今大雪封路，所有道路全部封闭，他根本无法独自离开，质疑他只是拿离开吓唬众人，故意找事。陈安心态度坚定，明确表示可以等道路解封后独自离开。陆一白见状不再劝说，只冷着脸让他随意，想独处就独处，不再理会他的情绪。天亮之后，同行的友人告诉陆一白，乔楚楚十分懂事贴心，得知当天是陆一白和陈安心的5周年结婚纪念日，不愿抢占2人的纪念日风头，天还未亮就主动拉着民宿前台布置场地、采购物品、筹办纪念日活动。有人连连夸赞乔楚楚心思细腻，格外贴心，劝说陈安心不要太过较真。可众人眼中懂事的乔楚楚却精心准备了一个铺满芒果的纪念蛋糕。所有人都清楚，陈安心对芒果严重过敏，而芒果恰恰是乔楚楚最喜爱的水果。看着眼前满是芒果的蛋糕，带有乔楚楚名字的纪念横幅，陈安心心中彻底寒凉。他清楚地明白，这场所谓的5周年结婚纪念日，根本是乔楚楚的个人入职庆祝会，是他刻意挑衅、宣示存在感的闹剧。现场众人纷纷起哄，催促陈安心和陆一白喝交杯酒，庆祝5周年纪念日。乔楚楚故作小心翼翼，主动开口询问陈安心，是不是因为横幅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心生不悦，还假意要撕掉属于自己的半边横幅，装作十分体谅陈安心的模样。看着乔楚楚虚伪的表演和陆一白默许纵容的态度，陈安心再也无法压抑情绪。陆一白见状瞬间变脸，当众指责陈安心不识大体，质问他非要在众人面前闹得难堪，不肯收场。情绪积压到极致的陈安心终于当众说出了自己怀孕的消息。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全场瞬间安静，陆一白满脸错愕，一时间愣在原地，
身旁的友人连忙出声安抚，劝说陆一白冷静下来，好好沟通。短暂的沉寂后，现场众人纷纷指责陈安心小题大做，过于矫情。大家都觉得陆一白只是想活跃现场气氛，乔楚楚更是费心费力大清早布置场地。身为晚辈，十分懂事，陈安心不该如此较真，当众发难。面对所有人的不理解和指责，陈安心满心疲惫，只觉得这场闹剧荒唐又可笑。他淡然表示这场5周年纪念日自己会记一辈子，随后转身离开现场，回到房间歇息。陈安心离开后，陆一白满心怒火，当众放话要求陈安心次日必须向乔楚楚道歉。次日，陆一白找到陈安心，低声劝说他服软，让他主动跟乔楚楚说几句软话，就此翻篇所有矛盾，不要再继续纠缠闹别扭。陈安心看着始终偏袒外人，从不顾及自己感受的陆一白，彻底心死，平静地回应他，一切如他所愿，就此翻篇。就在两人矛盾暂时搁置时，民宿突发意外，发电机出现故障，彻底停运，大雪封路导致无法维修，民宿储存的食物也所剩无几，仅能支撑到当天傍晚。所有人都陷入了滞留困境，恶劣的环境加上连日的情绪郁结，让本就肠胃不好的乔楚楚突发剧烈胃痛。他捂着肚子痛苦呻吟，告诉陆一白自己胃部绞痛难忍。陆一白见状十分焦急，四处翻找胃药，却始终一无所获。此时他看到陈安心身上带着药，立刻伸手抢夺。陈安心见状拼死护住药瓶，大声阻拦陆一白，明确告知他这不是胃药。可焦急护着乔楚楚的陆一白根本不肯相信。他记得陈安心常年患有严重胃病，认定这必然是他随身携带的胃药，觉得陈安心是故意藏药，自私冷血，连旁人病痛都不愿体谅。一旁的众人也纷纷帮腔，劝说陈安心大度一些，既然自己有胃病常备药，没必要吝啬，纷纷指责陈安心心狠自私。乔楚楚则继续扮演柔弱善良的模样，强忍疼痛出声劝解，称若是陈安心为难，便不必勉强，自己可以忍耐，进一步衬托出陈安心的冷漠。陆一白不顾陈安心的拼死阻拦和反复解释，强行夺走药瓶，将里面仅剩的2粒药喂给了乔楚楚。这2粒药并不是陆一白以为的胃药，而是陈安心用来保胎的安胎药，是守护他腹中孩子唯一的希望。看着空空如也的药瓶，陈安心彻底绝望，心中悲痛万分。他在心里默默质问陆一白，若是他知道这是保住2人孩子的救命药，是否还会这般大方的送给别人？乔楚楚服药后，依旧装作惶恐不安的模样，紧紧抓住陆一白求助，哭喊着身体不适，满心害怕。为了救治身体不适的乔楚楚，旁人告知陆一白，2公里外的邻村有一名赤脚医生，可以上门问诊。只是当下大雪纷飞，路面湿滑，出行极其危险。陆一白为了缓解乔楚楚的不适，将所有怒火转嫁到陈安心身上。他认定是陈安心不肯给药，小气自私，才导致此事发生。当即勒令陈安心徒步前往2公里外的村子请医生。同行的友人见状连忙劝阻，认为大雪天气让一个女子独自徒步2公里太过危险，十分不妥。可陆一白态度强硬，放出狠话，若是陈安心不去请医生，今日之事便绝不罢休。心死的陈安心看着冷漠无情的陆一白，彻底放下了所有执念。他平静地告诉陆一白，这2公里的风雪路就当是自己偿还这5年的感情纠葛，从此之后2人之间生死不见，再无瓜葛。说完，陈安心毅然转身走进漫天风雪之中。风雪越来越大，寒风刺骨，路面泥泞湿滑，独自前行的陈安心腹痛愈发剧烈，身体逐渐支撑不住。他捂着小腹，满心愧疚地对着腹中孩子低语，自责自己没有能力护住孩子，满心都是无尽的心酸与无力。陈安心离开许久，迟迟未归，同行的友人实在看不下去，纷纷劝说陆一白前去寻找，担心风雪太大，陈安心独自在外会出现危险。嘴硬心软的陆一白依旧不肯承认自己的担心，只嘴硬地表示自己只是想去看看陈安心又在故意折腾什么，故作矫情。当陆一白找到陈安心时，他早已因重度冻伤和大出血昏迷在地，体温低至33度，生命体征极度微弱。众人迅速将陈安心送往医院救治。医生检查后告知众人，陈安心的先兆流产已经转为肌瘤流产，腹中孩子彻底保不住了，身体遭受了极大的创伤，送来的时间已经太晚，若是再晚半个小时，就连陈安心本人的性命都难以保全。在医院的走廊里，陆一白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跪了整整3天3夜。医生和保安多次劝说，他都始终不肯起身。他隐约知晓自己犯下了无法弥补的过错，满心悔恨，却始终不敢直面真相。陈安心苏醒后，情绪异常平静，没有哭闹，
没有指责。他让护士帮忙将病床调高，随后拿出一份早已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递到陆一白面前，让他签字离婚。陆一白看着协议书，情绪彻底崩溃，坚决不肯签字，一遍遍哀求陈安心不要离婚，哭着说自己已经知道错了，恳求陈安心原谅自己，不要丢下他。看着苦苦哀求的陆一白，陈安心语气冰冷，告知他若是不肯签字，自己便会通过分居2年的方式起诉离婚，这段婚姻注定无法继续。陆一白依旧不死心，反复忏悔认错，期盼着能得到陈安心的原谅。陈安心缓缓道出了所有真相。他告诉陆一白，当天众人在雪地里找到他时，护士从他贴身的口袋里翻出了沾满鲜血的化验单和空空如也的安胎药盒。医生明确告知他，因为此次严重大出血加上长时间重度冻伤，他的身体遭受了不可逆的损伤，这辈子再也无法怀孕，彻底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陈安心直视着崩溃痛哭的陆一白，一字一句地戳破他所有的侥幸，明确告诉他，当初他强行抢走的2粒药，是守护他们唯一孩子的保胎药，是他亲手将安胎药喂给乔楚楚，是他亲手逼着身怀身孕的自己，在漫天大雪里徒步2公里，也是他亲手扼杀了2人唯一的孩子，毁掉了他一辈子做母亲的希望。真相彻底揭开的那一刻，陆一白彻底呆滞，不敢相信自己一时的偏心和偏执，酿成了如此无法挽回的悲剧。巨大的悔恨和痛苦将他彻底包裹。陈安心不愿再与他多言，平静地告知医护人员为自己办理转院手续，决心彻底离开这个带给他无尽痛苦和绝望的人。陆一白慌乱地追上前，苦苦挽留，不停询问后续的治疗方案，恳请医生用尽最好的药物、最好的资源救治陈安心，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弥补过错。医生只能耐心安抚，告知他陈安心当下最需要的是静养，后续需要组织专家会诊才能制定治疗方案。陈安心冷漠告知陆一白，自己往后的人生都与他再无任何关系。出院之后，陈安心在好友的帮助下彻底远离了北方这座伤心之城。好友早已为他安排好了一切，他名下的车是用多年私房钱全款购置，登记在远房亲戚名下，陆一白根本无法查到踪迹，能彻底隔绝他的纠缠。好友叮嘱陈安心安心生活，永远不要再回头。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位心地善良的大娘见陈安心面色苍白，身形单薄，十分心疼，特意熬了鸡汤送给他补身体、暖身子。这是陈安心经历变故之后，第一次有人真心在意他的身体，关心他的感受。久违的温暖让他内心五味杂陈。换了全新的手机号和微信号，注销了所有旧账号后，陈安心彻底斩断了和过去的所有联系。他化名为魏双，成为了一名插画师，潜心创作。他渐渐发现，彻底删掉一个人，放下一段错误的感情后，生活变得格外安静平和。只是身体的创伤始终无法彻底愈合。每到阴雨天，陈安心的小腹总会传来针扎般的痉挛疼痛，这是那场风雪和流产留下的永久性后遗症。面对医生的叮嘱和宽慰，陈安心心态淡然。他表示自己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愿意慢慢调养身体，静待自愈。陈安心创作的雪与树系列插画，凭借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意境，收获了极高的热度，成功拿下平台首页推荐位，数据火爆出圈。众多媒体和合作方纷纷想要采访这位神秘的插画师，画廊也特意邀请他举办线下艺术展。陈安心始终保持低调，拒绝公开露面，只要求所有作品均使用笔名魏双，不愿任何人知晓自己的真实身份。整理行李时，陈安心偶然翻出一枚别致的小熊创可贴，勾起了他的过往回忆。这枚创可贴是大学毕业旅行时购买的，当年他旅行磨破了脚，陆一白顶着烈日跑遍3条街道才为他买到。时隔多年，这段青涩的过往早已过期作废，就像他和陆一白的感情一般，只剩过期的回忆，留着只会占满心底的位置，早已没有任何意义。线下艺术展顺利开展后，一位来自北方的神秘买家开出天价价格，执意要全款买下陈安心的整套雪景系列插画，唯一的要求就是亲眼见到原作者本人。画廊工作人员多次沟通无果，这位买家不仅不肯放弃，还亲自来到画廊门口久坐等候，见不到作者便不肯离开。无奈之下，工作人员只能将情况告知陈安心，甚至劝说他看在天价报酬的份上破例见面。陈安心态度坚决，直接拒绝见面，让工作人员若是无法处理便直接报警。可对方始终不肯退让，执着等候。最终，陈安心还是和这位买家碰面了。来人正是苦苦寻找他7个月的陆一白。陆一白见到陈安心的瞬间，情绪彻底失控，颤抖着呼唤他的名字，诉说自己整整找了他7个月，日日思念，从未停歇。
他迫切的想要让陈安心转头看自己一眼，想要挽回这段破碎的感情。陈安心始终冷静疏离，告知陆一白，若是为了画作交易，便通过画廊正规流程对接，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私人纠葛可谈。陆一白连忙解释，自己并非为了买画，只是为了见他，挽回他。随后，陆一白发现陈安心手上还戴着结婚戒指，连忙劝说他摘下，直言两人已经离婚，带着不合时宜。陈安心淡然告知他，真正离婚的判决早在3个月前就已经生效，是他自己一直不肯接受现实，不愿签字而已。为了挽回陈安心，陆一白放下所有身段，一大早排队3小时，买来陈安心从前最爱吃的蟹黄生煎，小心翼翼递到他面前，恳求他吃一口。同时，他告知陈安心，自己已经彻底解雇了乔楚楚，从此不会再让他出现在两人的世界里。不仅如此，陆一白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车辆、所有公司股份全部转让到陈安心名下，准备好了所有转让合同，只求陈安心能消其原谅。他还让人将当初自驾游那辆引发矛盾的越野车彻底报废，亲眼看着车辆被机器碾成铁饼，毁掉所有陈安心厌恶的东西，试图以此弥补过错。面对陆一白倾尽所有的补偿和卑微的挽回，陈安心始终无动于衷。他冷静地告诉陆一白，他以为开除一个人、毁掉一辆车、散尽家财补偿，就能抹平所有伤害，当作一切从未发生，彻底翻篇过往的过错，这是最大的妄想。陈安心字字泣血，细数着陆一白所有无法弥补的过错。他提醒陆一白，当初在民宿大厅，他当众亲手推倒自己时，自己腹中的孩子就已经开始流血。他亲手抢走保胎药喂给乔楚楚时，腹中的孩子正在一点点失去生命。他为了替乔楚楚出气，逼着身怀身孕的自己在大雪中徒步2公里时，自己的整条裤腿都被鲜血浸透。最后，陈安心冷漠地告知陆一白，这些刻骨铭心的伤害，逝去的孩子终生无法再做母亲的遗憾，是他名下的房产、车子、财富，永远都换不回来，弥补不了的。这段破碎的感情和惨烈的过往，永远无法翻篇。